我会想要去治疗我的这个症状，就是为了想要让我另一半可以更安稳的睡眠。我现在换了阳压呼吸器，只是把打呼声再变成机器运转的声音，那不就本末倒置也没有用。什么是睡眠呼吸中止症？是睡到一半会死掉吗？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睡到一半死掉。因为一开始呢，其实我是因为打呼，然后去关注到说自己可能有睡眠呼吸中止症。睡着的时候，你的呼吸发生很严重的阻塞，就有可能会造成很多隐性的疾病发生，有可能你睡到一半会死掉，或者是血管的病变，或者是脑中风都有可能。去了解一下这个要怎么治疗。原来自己平常睡醒啊会觉得很疲惫，然后有时候晚上睡也会睡不好。就有可能是因为睡眠呼吸中止症造成的。你自己都睡着了，怎么会知道自己有呼吸中止症？其实我自己是不知道我有睡眠呼吸中止症，因为就像网友讲的，我都睡着了。我女朋友每天就是在抱怨说，我睡着的时候打呼非常的大声，而且我会睡到一半感觉是没有呼吸的，突然喘很大口气的呼吸。那这时候我才想说，是不是自己身体上有一些疾病？怎么一下子就冲去做正颌手术？不是有些人开鼻中隔就好了吗？一开始呢，是为了要治疗打呼，然后就去咨询了非常多的治疗方法。会造成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原因很多，像有些人是喉咙比较小有阻塞，那有些人是鼻甲肥大，鼻中隔弯曲会阻塞。像我的话，我是因为骨头的下巴太过后缩，那整个就是会压迫到呼吸道。之前我有去开过悬雍垂，那有稍微改善一点点，后来呢，其实又复发得更严重，就去找说，鼻中隔弯曲或许有用，就又去开了鼻中隔弯曲的手术。鼻中隔手术的医生就有跟我说，我有鼻中隔的手术必要，可是呢，对于打呼跟呼吸中止症是不会有太大帮助的。外观上看起来，我就是属于下巴的骨头太过后缩，侧脸看过去其实没有下巴的。我悬雍垂手术、鼻中隔手术跟正颌手术全部都做了。那像现在其实我手术4个月了，应该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来。有点不一样，怎么不去减肥？你就是胖才会呼吸中止。其实我之前很瘦的时候，打呼就已经非常严重了。虽然体重有渐渐的变重，也有试过去减肥，可是就感觉一样打呼都非常大声。医生才告知我说，你有睡眠呼吸中止症，造成你的代谢循环非常不好。年纪越来越大以后呢，其实代谢就会更差，体重就会变得更重，就会更容易压迫到呼吸道，就只会变得越来越严重，就是呼吸中止症更容易造成肥胖。现在做完手术大概已经4个多月了，整个手术过程中我已经大概瘦了8到9公斤左右。有试过阳压呼吸器吗？听说戴了很有用，在网络上找了很多治疗方法。看到阳压呼吸器以后，如果我一辈子都要带着这个机器，应该会很难过吧。所以那时候比较没有考虑去试这样的方法。而且如果你男朋友睡在旁边，一转头看到他是戴着一个面罩，然后机器又发出很大的声音，那种感受一定很不好吧。而且阳压呼吸器会发出马达运转的声音，我会想要去治疗我的这个症状，就是为了想要让我另一半可以更安稳的睡眠。我现在换了阳压呼吸器，只是把打呼声再变成机器运转的声音，那不就本末倒置也没有用。为什么选择诊所不选择大医院？感觉医院比较安全。这个问题其实我一开始在咨询正颌手术的过程中，我也思考了很久。而且依我的状况的话，我这个手术需要有正颚的医生、跟矫正的医生，还有牙齿的医生。我去大医院的话，我必须要搭配3个医生的预约时间。我最后会选择风华诊所的原因是因为，毕竟我本身是住南部，要到北部去看诊的话，其实是有一点麻烦。我咨询过后发现，他们的3位医生可以很好的去搭配疗程的时间。大医院比较安全，我会觉得能够敢出来开诊所的医生，应该都是很安全的，因为他们毕竟也是挂了自己的名字啊，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当作开玩笑吧。再来就是我看这个诊所的很多患者分享的，让我觉得说这个医生应该蛮厉害的，所以就是选择这边风华诊所。手术真的有用吗？你真的有感觉吗？其实讲一句直接的，睡着中你一定不会有感觉。可是我自己的话是手术后睡醒感觉差非常多，因为很明显的就觉得说自己睡得很饱。每个人的状况会不太一样，可是呢，因为毕竟要做手术了嘛，我就有去做一下睡眠检测。那我这边睡眠检测出来的报告，我自己的话是手术之前我的睡眠指数是50几，听医生说这样就是属于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。
其实看到这个数字，我自己也吓一跳。手术过后呢，再去检测一次，已经降到了13，已经降得非常多了。自己的感觉加上报告，就会觉得说，这手术还蛮值得的。手术前呢，其实我也不太觉得自己呼吸有问题。手术后当天晚上一醒来，其实就觉得落差非常大了。这时候才去思考到说，原来我以前的呼吸不是正常的。治疗睡眠呼吸中止，最后跑去整形，你根本就是想变帅吧？一开始其实去咨询的时候，也有看到说，有很多的患者是动完正颌手术之后，脸型就变得比较好看。可是其实因为我就是天生下巴就是后缩，而且后缩的还非常严重，整个就是压迫到呼吸道。最后咨询完后，医生也用3D 断层的扫描图分析给我看，就是这个势必就是要做了。决定做了以后，又发现说，脸型又变得比较好看一点。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额外获得的好处。因为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治疗睡眠呼吸中止症，而且从小到大也已经活那么久了，脸型其实也已经习惯了，反而有这个额外的好处，会觉得说让这个治疗又更有了价值。听说手术后还是会复发，那这样不就要一直花钱一直开刀吗？其实我自己就是因为之前先动过了悬雍垂手术，那悬雍垂手术是属于软组织的手术，因为它是开刀你喉咙的肌肉。那时候医生其实就有提过了。软组织的手术会因为你的年纪增长，或者是体重变重，增长就是会造成你喉咙的肌肉又更松弛，会有几率性的复发。我自己本身遇到的就是复发了，又去咨询正颌手术后，正颌手术是去移动你的骨头，那它是属于硬组织的手术，因为自己也会担心复发嘛，就有咨询过医生。医生就有一样是用3D 的结构图跟以往患者的资料分享给我，就是我们骨头已经整个移动到了，呼吸道也已经拓宽了，那基本上你的骨头是不太会再移动的，复发的几率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。以我目前手术到现在的感受，就是觉得说好像就有像医生讲的那样子，因为一开始就觉得呼吸非常畅通，然后到现在呢，一直状态都是非常良好。听说正颌手术很贵，到底多少钱啊？我花了。其实手术费用是蛮贵的，我自己也是评估了非常的久。可是呢，到目前手术的结果跟我自己睡眠改善的体验，再加上脸型的转变，确实它不是一笔很小的数字。那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。以上呢就是我用正颌手术治疗呼吸中止症的过程跟 Q&A。那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呢，可以在底下留言。拜拜。